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今天有几个重要消息，一个呢是 LK99 的研发团队更新了他们的论文，就是现在这个论文有了3个版本 V3 里边呢，我和前面比较了一下，变化不大好像又多了2个引用吧，添加了2个参考文献，另外呢有一个图就是有比较大的变化。那各路大神呢都在解读，我们让子弹先飞一会儿。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篇论文，就是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的陈宁副教授的这篇论文。我觉得这是自 LK99 诞生以来，所有复现和研究团队里边，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这么一个可能的一个独创性的东西。因为其他人呢都是在论证 LK99 的结构，或者是重复 LK99 的实验，我没做成，你这不是超导等等，都是类似的。而这个陈宁教授呢总结出一个超导的这么一个规律来，室温超导的这么一个预测规律来，我觉得这个呢很有意思。那这个陈宁副教授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系的副教授他也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无机非金属材料系，现在都飞这么细了哈。那他的主要研究的方向呢是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的大数据和技术规范，高温超导的机理、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以及离子电池关键材料是一位青年科学家。那他的这篇论文的摘要就是介绍了这个材料大数据研究依赖于大量的实验数据，但导出的规律呢可以适用于预测大多数新的未知系统。他就是说统计规律呢它不依赖于任何的理论机制，他们可以比较均匀的来验证呢任何理论机制是否正确它和这个晶体结构成分以及其他的宏观参数不同。那么他们的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关注超导系统的电子轨道的相互作用特征，然后呢通过量子力学或近似方法获得材料的能带结构信息，然后呢通过比较和总结这个典型超导系统在全能量范围内的电子结构，他们就得到了超导系统的总带宽参数和最高临界温度之间的关系。而利用这个统计规律呢，他们就可以预测任何新系统的临界温度，深不深？所以呢，他们这项工作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这种新型的可能的这种室温超导的这个超导体的这个统计预测，来呢解决一些关于室温超导体的基本实验和理论问题。这就是这篇论文那么译作呢是陈宁那么这个论文呢其实并不是很长，但是呢有很多内容呢很有意思，我们慢慢往下看。这刚才这摘要我们讲了下边呢就是他们讲如何通过大数据来验证这个事儿核心的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张图。这张图大家发现什么规律了吗？一颗线性的曲线是吧？就是这张图。那么这个图像呢就是它显示了就是横轴上就是整体的能带宽度，纵轴上呢是这个临界温度。那么这个图呢就意思就是说总的横轴上的总能带宽度和临界温度之间呢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呢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宽带宽的材料的更高的这个临界温度将来会被发现。你看它往上走的嘛，这根线是吧？那这个规律推出他们是基于大数据基于他们过去对超导材料的研究。这个图对于了解总能带宽度和临界温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用的。如果它成立的话呢，那将来可以预测哪些材料可能是超导体。有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材料，你像金属是蓝色的是吧？化合物是红色的，铜酸盐是绿色的。那所以这个趋势线就显示了这个 AE 和 TC 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正相关。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找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室温超导这么一个规律来。这个全世界已经找到过数百种具有较高临界温度的典型超导体，但它们呢就是可以简单的就是区分为4个相似能带特征的这个家族，比如说纯金属、
金属间化合物，还包括这个高压氢化物等，以及这个高压超导系统和铜氧化物。这每个系统中呢都有10多个适合分析的这个典型粒子，占了它全部数据的70%。所以它们的统计规律呢，表明了所有相互作用的轨道的能量范围的总带宽度与最大临界温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在趋势线的下方则反映了能带的平坦程度。那他们认为呢，作为不依赖任何超导机制的统计规律，能为这个室温超导问题提供独立的统计分析结论。所以在这个论文里边它确实是比较详细的通过大数据呢分析了这个 AE 和 TC 之间的关系，然后论证了这个正相关关系。当然呢，对于这些关系的确切性质目前还存在一些分歧。然后作者呢分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最后的结论呢，当然就是说总能带宽度是决定超导体临界温度的重要因素那么最后的这个结论当然论文也指出还有其他因素，包括胎密度材料类型也能在确定这个 TC 就是临界温度方面呢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这篇论文呢，就是在最后的就是说他们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来，就是他们认为的电子结构和超导临界温度的统计规律，他们发现了就有点类似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是不是这意思得到这么一个独立的结论，在适当的平带条件下，新型千灵辉石体系可以支持超导的室温临界温度极限。从理论上，从他们推出的统计规律上，他们觉得呢，这个千灵辉石出现室温超导是靠谱的所以他们相信他们推出来这个材料定律是超导理论的基础，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室温超导将为世界打开一扇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定律他们发现的和实验确认室温超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就是这个曲线。反正我大概意思是看明白了，当然你说我们一个外行小白要彻底了解这里边这么多的名词还是很有困难的。大概那个意思是知道了，就是有这么一种正相关系，能带宽度和这个温度之间有这么关系。说实话就目前做科普的这些频道里边讲超导的，包括一些知名频道，包括一些大号，你只要不是搞这个超导的，我觉得起码硕士以上这个学历在一线的，很多论文估计他们看了也是半拉吭哧的，但是呢都能讲。但是我是呢今天又看了好几篇论文，我就觉得这篇论文呢确实是最有意思的。那么现在呢也很多人在讨论这篇论文，我相信很快关于这篇论文的其他的反对他或赞成他的论文还会出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前两天讲过，一个论文如果错了，你做了一篇反对他的论文成立也能上 Nature。 那当然这篇论文呢看起来呢起码就是说人家分析那个曲线来我觉得是 reasonable 的但是我觉得 reasonable 没有任何价值只能让给大家呢多介绍一下。北京科技大学除了咱们那个侯晓明院士之外，还有一位陈宁教授他做了一个新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呢很有可能给室温超导 LK99 这个研发热潮里边带来一丝新的东西。这就是今天关于这个室温超导 LK99 的一些新的进展，跟大家聊聊。那实际上呢，那个抖音视频里边牛顿的烈焰激光线这个视频它又更新了一个，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它只是发出一个呼吁，他希望能找到相关的机构或大学和他们合作。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在中南大学的这个博士呢，看来是完全是个人行为，就是别人出钱他来搞的实验。现在呢那边呢可能已经拿到样品了，或者得到结果了，后续的这个支持的钱这个合作就结束了，他们还想继续搞下去，呼吁别人和他合作。有意思吧？看来这个有个体户有正规军，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团队在加入了 LK99 的这个复线。无论是你是采，无论你是计还是导，这都是对室温超导的做出了贡献。那好的，关于今天 LK99 的话题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